我叫许阳，大学毕业，在大城市干了2年，因为拒绝女上司的骚扰被开了。本来想回村躲几天清醒，没想到一进村就让豆饺子给包围了。这东西打小就是我的噩梦，顿顿吃，天天见，暑假就没消停过。现在倒好，全村都快让豆角给淹了。哟，这不是老许家的大学生吗？咋回来了？城里混不下去了？大嘴说回来看看我妈。你妈正发愁呢，今年豆角疯涨，收购站那头压价压到3毛一斤，连人工钱都不够。可不是嘛，我家冰箱都塞满了，顿顿豆角，孩子吃的直瞪眼。别提了，我家那口子说了，再吃豆角就回娘家。洋洋，你咋回来也不说一声？瘦了，在城里没好好吃饭，正好吃饭。妈做了你小时候最爱吃的。小时候一到暑假，睁眼豆角闭眼豆角，炒的、炖的、拌的、腌的，吃到我看见绿色就想吐。村里孩子都管暑假叫豆角节。妈，咱能不能换个菜？换啥换？豆角多有营养，你爹在世那会儿就爱吃这个。今年收购站那几个王八蛋看豆角多了就死命压价，村里人都愁坏了。你大嘴叔天天蹲村口骂街。妈，咱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？比如我试试在网上卖。胡说胡闹！你大学白念了，回村卖豆角，让村里人咋看你？妈，现在都啥年代了，直播带货。闭嘴，好好吃饭。行吧，我妈比女上司还难对付，但这满村的豆角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烂在底里。小时候以为豆角只是我的童年噩梦，长大才发现它也是全村的噩梦。但噩梦再长，总有醒的时候。我以为起了个大早能抢个好位置，结果好家伙，豆角开会了。这还怎么卖？姐，看看豆角，今早现摘的，嫩得很。我家院里豆角都吃不完，还买啥豆角？小伙子，你新来的吧？这集上最不值钱的就是豆角，谁家不是满院子都是？洋洋卖出去没？卖了3斤。3斤才1块钱，我就说不行，你非要来。这豆角满大街都是，谁买呀？你这大学白念了，回村卖豆角，说出去都让人笑话。来了，他今天白念了，他是过日子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拳拳到肉。哟，许家大学生真来卖豆角了，咋样？卖了多少？3斤。3斤，我蹲村口唠嗑都比你赚得多。大学生卖豆角，书都弄到豆角地里去了。大嘴说，你家今年豆角卖了多少？我那是没去卖，我要去卖肯定比你强。那你明天来试试。传统路子走不通，那就换条路。我在城里代也帮公司做过直播运营，虽然最后被上司坑了，但本事是自己的。既然豆角满地都是，那就把豆角太多变成卖点。这年头，吐槽比叫卖好使。你干啥？直播。拿手机卖菜？你疯了！这玩意儿能有啥用？赶紧收摊回家。你非要弄这个？你爹要是还活着，看见你拿个手机在这瞎鼓捣，非得气活过来不可。我妈坚持要监督，说怕我丢人丢到网上去。行吧，有人围观总比没人强。大家好，我是金山村的小许，今天带大家看看我们村的豆角。哥，就你自己在看呢，笑死我！我们村的豆角绿色纯天然，不打农药，现摘现发。算了，不装了，家人们，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是被逼的。你们看看我身后这豆角，这是我家的豆角地，院子还堆了300多斤没卖出去。我一回家，我妈顿顿做豆角，炒豆角、焖豆角、豆角包子、豆角饺子，吃到我做梦都在摘豆角。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山东人？山东人孩子暑假过的是你们知道吗？那就是豆角节，睁眼豆角，闭眼豆角。哈哈，太真实了，我妈也这样。山东豆角这么好做吗？主播你看起来快疯了，价格卷到3毛5，我蹲一上午卖了3斤啊，家人们。
你们说对了，我真的快疯了，我们全村都疯了。豆角吃不完，卖不掉，收购商还死命压价。洋洋，这手机里真有人看。妈，100多人看着呢。我不是他妈，你们别听他瞎说。妈妈好可爱，阿姨，你儿子说你坏话呢。别搞啊！一单没卖，我妈就在旁边看着。今天这脸丢大发了。家人们，成交0单，评论区除了光看啊，下个单支持一下惨了。村里张翠花已经把我直播的事儿传遍了全村。王大嘴放出话说我能卖出去1单，他倒立吃豆角。算了，洋洋，咱不折腾了，你回城里找个正经工作。妈，我再试试，我让笑笑来帮忙，他搞短视频的。哥，我看你直播了，哈哈。哥，我看你直播了，哈哈哈。你那个卖惨风格不错，但缺个剧本。你等我过去，我给你整个豆角惊喜福袋，你敢不敢？听说了没？老许家那大学生要直播卖豆角，花钱买豆角不是买罪受吗？念书念傻了。我听说他还让邻家那丫头来帮忙。我话撂这儿，能卖出去1单，我倒立吃豆角。大嘴哥，上回你也是这么说的。这回不一样，上回他直播间200多人，1单没卖。我家豆角再卖不掉，真烂地里。烂地里也比让他折腾强。大学生回村卖菜，丢人。豆角炖粉条，趁热吃。妈，咱能不能吃点别的？白菜、萝卜都行。豆角有啥不好？哥，我把你直播回放成简称短视频了。S 省孩子暑假豆角节点赞都过1000了。笑笑，你别跟着他瞎闹，什么福袋？那不是骗人吗？姑，惊喜福袋跟抽奖一样，花同样的钱，多个惊喜，不骗人。反正我听不懂。洋洋，你再折腾，村里人唾沫星子能淹死人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不是被豆角逼疯，就是被我妈念叨疯。哥，王大嘴在村口设了赌局，赌你能撑几天。意料之中，所以这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把豆角和菇的泡菜打包成惊喜福袋，童年噩梦变美味惊喜，这个反差够炸。这个文案好，可我妈把泡菜秘方当命根子。你先拿少量试点，赚了钱她自然松口。明天我跟他谈，嫩豆角2斤，泡菜1罐，装惊喜福袋，成本12块5，定价19块9，包邮的话利润3块。先冲量不亏就行，等口碑上来再涨价。短视频我分3波，第一波你上次直播的翻车合集配上吐槽，先上热门；第二拍你妈做菜的全过程，秘方画面打马赛克留悬念；第3波正式开惊喜福袋，现场开箱。笑笑，你说我妈那泡菜她能同意吗？那得看你咋说，菇内人吃软不吃硬，你好好哄。妈，您辛苦1天了，喝茶。你小子无事献殷勤，又想折腾啥？妈，我是想，咱家那祖传豆角泡菜能不能拿出来搭着豆角一块卖，做成惊喜福袋？泡菜是惊喜，豆角是……不行。再说，那个什么福袋跟抽奖似的，不像正经买卖。妈，这年头年轻人就喜欢这种新鲜玩法。新鲜啥？你把好东西藏着掖着才叫骗人。咱老许家做买卖讲究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来了，我爹又来了。你爹在的时候最烦吭蒙争了，现在这个跟赶集上套圈的骗子有啥区别？想动我的泡菜？行啊，你先连续吃1个月豆角，1天3顿，少顿都别想。妈，您就当帮帮我，先拿10罐试试水。1罐都不行，那泡菜秘方是你姥姥传给我的，我答应过她，不能拿出去瞎搞。妈，惊喜福袋是合法的营销手段，全国别人做我管不着，咱家不做。昨天我说啥来着？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大学生净学些旁门左道。大嘴哥，你别火上浇油。徐嫂子，洋洋也是一片好心能当饭吃。他说在城里被上司欺负了才回来，我就知道他在外头没学什么好。姑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哥是被上司欺负才辞职的，跟学没学好没关系。惊喜福袋跟您赶集买布料抽奖一个道理。赶集抽奖能中啥？我抽了20年，就中过1包盐。妈，我用自己攒的钱进货，就试一批，赚了算全家的，赔了算我一个人的。没好戏看了。大嘴哥，里头咋说？真让大学生折腾。许家嫂子死活不答应。我看也是，豆角遍地都是，谁花钱买？背后说人闲话，不怕烂舌头。你们行了啊！洋洋说了，亏了算他自己的，不连累家里。这份心比蹲村口说风凉话强。我那是替他妈着急。再说了，他那泡菜是祖传的，万一成了呢？
你家豆角再卖不出去，过年喝西北风。我等着看他3天怎么黄。妈，我说到做到。家人们看好了，咱家豆角现摘现挑，只留最嫩的。文案想好了 ，S 省孩子的暑假梦，一包给你打包带走，豆角渡劫包，19块9，开到你笑出声。够损的，我喜欢。泡菜是我妈做的，但她不让我碰。这5罐是她分给邻居的，张翠花偷偷匀给我的。豆角挑仔细点，老的别混进去。砸招牌的事儿咱不能干。泡菜罐口拧紧，路上碎了你可赔不起。我觉得他这批全赔本，才几天就敢卖，谁买？下注下注，我送1包瓜子儿，我跟1包花生，不，2包糖味的。对了，翠花，你不是去帮忙了吗？你说说，那小子折腾出啥名堂了？哎呦，笑笑的视频点赞都2000多了，底下好多人说要买。那啥，你们聊着，我去帮洗嫂子腌泡菜去。大嘴哥，那花生还酸不？别紧张，就当唠嗑。记住，咱是卖豆角渡劫包，不是卖惨。上回就是卖惨饭的车。家人们好，我是金山村的小许，今天正式上架豆角渡劫包，新鲜嫩豆角搭配我家祖传秘制豆角泡菜，惊喜福袋只要19块9，包邮到家。家人们看，祖传手艺腌的豆角泡菜，酸爽脆。S 省小孩暑假为啥要豆角节？因为你妈顿顿给你炒豆角，但配上这罐泡菜炒豆角也能吃2碗饭。但配上这罐泡菜炒豆角也能吃2碗饭。真有人下单了，1单、2单，笑笑5单了。翠花，许家那直播咋样了？有没有人买？我也不清楚，光听笑笑在那嗷嗷喊。有人问泡菜能单买吗？妈，不是，家人们，泡菜暂时不单卖，只能搭福袋。小小订50单了。80单，还在涨，100单了。笑笑，这单子不停啊，120单，150的，不对，咱备了多少货？50份，完了。到底卖了多少？我看你俩这表情跟见了鬼似的。这是1000多块，姑是6000多，160多单，咱只有50份货。愣着干啥？摘豆角去！家人们稍等，爆单了，正在紧急补货。家人们稍等，爆单了，正在紧急补货，发货延迟1天送1包豆角干补偿。早说了多备货，多备货，你俩不听，现在好了。妈，您说的是少折腾，别瞎闹。我那是怕你闹不起来，现在闹起来了，你倒多备点啊。洋洋，听说你豆角卖疯了，是真的？180多单了，翠花婶，快帮忙摘。老王家的，别打牌了，许阳家豆角卖爆了，赶紧来买帮忙，有工钱。大嘴哥，快下来帮忙！这些人是真没吃过豆角，还是没见过豆角？六叔，院里缺人手打包，去不去？1小时15块。走走走，比卖豆角都强。运气好罢了，看他蹦到几天。大嘴哥，你还蹲着呢？许阳那儿缺人，你不去？不去，这就一时运气，果然准黄。一上午卖了6000多，你说这是运气？咱这辈子都没想过豆角子还能这么卖。单子还在涨，人手还是不够。大嘴哥，别搁门口蹲着了，进来搭把手呗。
180多单了，180多单了，这得挣多少？大嘴叔，既然来了，帮忙封个盒，工钱1小时15，跟大伙儿一样。我可不是为工钱来的，你们这落活干的糙，我看不下去。行行行，你是大监工，顺手帮个忙呗。大嘴，你不是说大学生卖豆角不靠谱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许阳这小子吧，脑子确实活泛，能把豆角子卖出这个价，我种了30年地都没想过。他大嘴说，你前2天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哎，你们记得不？90几年那会儿豆角疯涨，我娘顿顿给我做豆角炖粉条，吃的我见了豆角就想跑。有一回我偷偷把豆角埋豆角地里，让我爹揍了一顿。谁不是呢？我家孩子现在回村看见豆角还皱眉头。谁不是呢？我家孩子现在回村看见豆角还皱眉头。我小时候暑假作业本上都沾着豆角汤，老师问我家是不是种豆角的。所以说许阳这招高啊，把噩梦卖给没做过噩梦的人。城里人哪知道豆角的苦，他们觉得新鲜。大嘴说，你这话我回头直播用上。许阳，出事了，镇上快递站爆仓了，你们的件发不出去。这都打包好了，怎么能发不出去？最近周边几个村都在集中发货，镇上那个网点就1辆货车，根本拉不完。你们的线最早也得后天才能走。后天？那网上买东西的人不得急死？我上回买过3货期的，我直接退了。那不行，咱这都叫辛辛苦苦打包的，退了不全白忙活了，好几百单呢。我就说这事儿不靠谱，这下好了吧？到手的鸭子飞了。妈，别急，让我想想。哥，不好了，直播间炸锅了！举报？那咱这账号不得封了？完了完了，这下名声都臭了。这下真完犊子了。冷静，货是好的，人是对的，只是物流卡住了，一定有办法。别慌，我来想办法。对，3辆车，我这边安排人对接。书记，你看看这满院货发不出去，网上又催。嫂子，情况快递员跟我讲了，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周边3个乡镇的快递站点，他们能各派1辆车过来，把件分流出去。刘叔，那运费？我跟他们谈好了，按统一标准收，不加加价，先抢时间，口碑不能砸。老村委那个集体大院空着，我跟村班子商量了，腾出来给你们当临时打包仓库，水电都通，场地是这儿的3倍。书记，这让村里破费了。啥破费？你们能把这豆角子卖出去，就是给全村趟路子。我只提一个要求，质量不能降，分拣要仔细，泡菜罐拧紧，别砸了咱金山村的招牌。我就说书记有办法。你刚才不是说完犊子了吗？我没说，你听差了。还有个问题，这院子太小了，人多转不开，货堆的到处都是，容易混。一星差评？谁这么缺德？咱豆角子这么嫩，泡菜我尝了8回了。咋了？说咱东西不好？不是，你们看，泡菜也很嫩，但我必须给1星，因为我打开冰箱，里面全是我妈塞的豆角，好不容易回家又收到1箱豆角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伙计是让豆角子给包围了。这是咱同盟军啊，都是被豆角支配的苦命人。笑笑，把这条差评截图开直播。啊，差评还晒哥你疯了？这不是差评，这是最好的广告，快开！家人们，我们收到第1条差评了，1星，但我不怪他。你们看他说啥？他躲过了他妈塞的豆角，没躲过我的。家人们，既然大家都有这个豆角创伤，明天起我们把惊喜福袋规则全部公开，里面有什么多少分量怎么搭配一目了然。惊喜是惊喜，透明是透明，买它买它买它！结合这2天买家反馈，咱们调整一下。惊喜福膏分2档，基础款2斤嫩豆角加1罐泡菜19.9块，优选款3斤精选豆角加2罐泡菜，再随机塞1份农家干货30.9块。那分拣得再细点，老的、虫咬的、弯弯扭扭的，一根不能混进去。对，大嘴说，分拣这关你带头把关。交给我，我这双眼别的不行，挑豆角子好使。30年的老豆角农，一根歪的也别想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过去。泡菜我亲自盯着，盐度、脆度、封口，每一罐都得过我的手。你姥姥传下来的手艺不能砸我手里。之前谁说想冻泡菜先吃1个月豆角来着？都愣着干啥？干活干活！笑笑，走，开播，把刚才的调整第一时间告诉网友。3、2、
2、1。家人们，昨天那个一星差评我正式回应一下，哥，对不住了，豆饺子可能放过你，但你妈不会，所以我的建议是把我们家泡菜一块炒，回头绝了。哥，有个30万粉丝的美食博主私信说想进村实地打卡拍开箱视频。今天来探一个宝藏乡村金山村，他们搞了个豆角渡劫包，据说专治 S 省孩子的童年阴影。咱今天实地开箱。这玩意儿能拍到全国去，我得精神点。康哥，欢迎。先看豆角地还是先看打包现场？先看地，开箱得有现场感。脆甜，家人们，这豆角要现摘现吃，跟超市买的完全两个味儿。重点是他们说的豆角噩梦体验。来，咱们现场开箱。恭喜你抽中隐藏款，请对着镜头大喊3声：妈，别再炖豆角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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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了！开箱开出童年未患了，家人们，这个豆角渡劫包我一定要推荐，泡菜酸爽脆嫩，豆角新鲜，关键是这个玩法太懂山东孩子了。这是我妈的祖传手艺，100年配方，以前只在家吃。洋洋，街坊说泡菜，说豆角还没卖完呢。采摘区在豆角地，按斤收费，比线上便宜5毛。游客图新鲜，咱们清库存。试吃区让我妈站台，现场切泡菜，免费品尝，福袋抽奖当压轴。游戏环节我设计了3个：1分钟摘豆角大赛、蒙眼识豆角、豆角绕口令挑战。赢了送小罐泡菜，输了罚吃1根生豆角。又折腾啥？还让人家吃生豆角？谁大老远跑来受这罪？姑，城里人就喜欢这个，让他们坐办公室，他们觉得无聊；让他们下地摘豆角，他们觉得是度假。不懂你们别赔钱就行。保守估计3天能来200-300人，每人消费50块，就是15000。尾货清掉，泡菜打响，还能赚口碑。明天跟大伙儿宣布。对，先过村民这关。小长假3天，咱们搞个线下体验活动，豆角支配日，游客进村采摘试吃抽福袋，每人收费不高，但量大了收益很可观。来那么多人，谁管秩序？去年隔壁村搞采摘，车把路都堵死了，那不得让人吃垮了？我上回赶集看人搞试吃，一上午光吃不买，赔了2箱货。洋洋，咱线上做的好好的，别瞎折腾，万一出点啥事儿，村里人又得说3道4。许阳，线上订单稳稳当当的，干啥非搞线下？人多手杂，万一泡菜罐被人顺走了咋整？哥，这阵仗跟咱第一次提直播一个样。那咱们就像上次一样，把账算给他们听。你想想，一个游客进来试吃不要钱，抽奖还送东西，他要不买东西，光来玩呢，咱不成赔本赚吆喝了？就是，上回镇上搞美食节，免费试吃的摊子排长队，旁边卖货的摊子冷冷清清。我倒不是反对，就是万一的来了几百号人，厕所不够用咋整？游客要是不满意，发到网上，那不更麻烦？洋洋，妈不想再被人戳脊梁骨了。上回你搞直播，王大嘴在村口说了多少难听话，这次要是搞砸了，嫂子，我这回是帮理不帮亲，线下这个事儿确实不稳当。叔婶儿，大家听我说完，你们担心的都对，免费试吃抽奖看上去是花钱，但你们算过没有？免费采摘是引他们进村的鱼饵，游客来了不可能光摘豆角，得吃饭吧？谁家开农家园得买水吧？小卖部能赚，得带点土特产走吧？鸡蛋、干货、泡菜罐，每一样都是钱。一个游客进门花50，在村里吃饭住宿买东西花200，来300人，村里总共进账好几万，这还不算他们拍了视频发上网，免费给咱做宣传。大嘴叔，你不是说豆角堆着卖不完？来300人，每人摘5斤，1500斤出去了，还需要你蹲集上卖？那确实是这个理儿。翠花婶儿，我让刘叔协调了移动厕所、秩序、停车路线，全部提前安排，这些你不用担心。许阳这个方案，我看行。那行，我负责看管福袋奖品。少一罐泡菜，拿我试问。接待组翠花婶带队，在村口设登记处发采摘栏活动手册。采摘组大嘴叔负责，豆角地分区编号，每块地配一个称重员。试吃组妈，泡菜试吃您站台，现场切，现场讲解。我给昆连人讲泡菜，我说啥呀？姑，您就讲泡菜是我姥姥传给我妈妈传给我的，一缸泡菜腌了30年老汤，越实在越好，不用整花火。许阳，我再加个建议，
豆角地立几个牌子，写此处豆角密集，小心童年阴影复发。城里人肯定爱拍照。哎呦，大嘴哥也会搞花样了，跟年轻人学的，这不叫花样，叫流量思维。停车场画好了，移动厕所明天到位，路线标示今晚就盯上。许阳，你放手干。好，现在开始分工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2天后第一批游客就到了。欢迎来到金山村豆角支配日，请问您是要普通采摘篮，还是升级版渡劫套餐？家人们，豆角支配日即将上线，摘豆角管购，泡菜管保，福袋管抽，来金山村体验被豆角支配的快乐。从一个人蹲集上卖3斤，到全村人一起搞活动，但热闹归热闹，一切才刚开始。对，同城话题标签打豆角支配日，文案用我发的模板，视频发出来艾特我们账号，我们帮你转发。家人们，小长假倒计时2天，金山村豆角支配日正式上线，现摘豆角，祖传泡菜免费试吃，现场开福袋抽隐藏款，赢了游戏送泡菜，输了罚吃生豆角。许阳，我闺女说我上同城热搜了，就那个警告牌，小心童年阴影复发，好多人在底下艾特朋友。我这边也有好多人问路线，我说从镇上坐几路车，开车走哪条路，一上午回了30多条评论，啥叫热搜？是不是很多人看？姑，就是全省人民都能看到咱金山村了。哥，筹备这几天预约人数一直在涨，明天第一批游客就到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你呢？那是游客，不是说好明天才来的吗？这么早就到了？看来有人比咱们还急。老六，抽奖台再往左挪半米，挡着人家停3轮了。大嘴哥，你不是只管抽奖台吗？咋还指挥上交通了？你懂啥？我这是大局管。许阳说了，游客来了第一眼就得敞亮。2天前全村还在吵要不要搞线下，现在每一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，这场景比我大学搞校运会还壮观。采摘区、试吃区、福袋抽奖区、休息区全部到位。哥，你看这路线图。这城里人真能来吗？我昨晚分了100多份试吃。停车场标线画好了，能停60辆。移动厕所到位了4个，保洁员也安排了。许阳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来了，真来了，好几辆。欢迎来金山村，手册上有地图。采摘区往前走左手边，试吃区在大槐树底下。福袋抽奖下午2点开始，别错过。妈那边有个牌子写“小心童年阴影复发”。你现在知道妈妈小时候暑假有多苦了吧？家人们，看这个豆角比我的脸还长，我妈每年夏天做的豆角炖粉条就是这个。豆角地这里有个窍门，大拇指按住地头往上一掰不伤疼。哎呦，还真是，老板你专业啊！被豆角支配了20多年，能不专业吗？咱们看金山村的豆角噩梦，今天正式变成豆角乐园。阿姨，这泡菜绝了！阿姨，这泡菜绝了，比我妈腌的好吃10倍。没啥，就是老法子腌的，腌都得看天气，看豆角嫩老。开福袋了啊！开福袋，头奖是5斤装泡菜大礼包，参与奖是1把豆角，拿回家让你妈给你炖上。叔，这泡菜比我上次网购的强多了。那可不，咱这可是祖传秘方，网上那些能比？采摘区那边篮子都不够了，张翠华从家里又搬了20个过来，后备力量充足。对了，你注意看。妹子，你拿这个优选款，2罐泡菜加1鸡肝豆角，回家炖肉绝了，保质期半年，但你家肯定撑不过1个月。大姐你别催，我已经买3罐了，再来2罐送我妈，她肯定说我又乱花钱，然后一顿饭干掉半罐。翠花姐，你家还有鸡蛋吗？借我2盒，我这5分钟就卖完了。哎呦，我的泡菜也快没了！许阳，仓库还有泡菜吗？仓库泡菜还能补一批，但鲜豆角地里的快摘完了。
大嘴叔呢？最后一包干豆角了，卖完收摊，要的赶紧。我要了，别喊了，嗓子都劈了。许阳，我这辈子卖豆角没这么快过，3个小时比3年卖的都多。洋洋，泡菜库存就剩2箱了，照这个速度，下午活动还没开始就卖光了。一个上午，豆角卖了大半，泡菜库存告急。但我没想到，豆角卖了大半，泡菜库存告急。但我没想到，真正的问题在后面。许阳，有人在网上问能不能留宿，好几个人说想住一晚，明天接着玩。洋洋，2号桌豆角炖排骨好了，快端走。阿姨，这就是泡菜炒豆角，我们在网上看过短视频。对，先吃豆角，再就一口泡菜，2个味一合，你们尝尝。阿姨，你这手艺不开饭店可惜了。啥饭店？就是你们爱吃我就高兴。家人们，看今晚的豆角全席。我来金山村本来是想体验被豆角支配的恐惧，结果被支配的明明白白，太香了。听说明天还有蒙眼石豆角比赛？有，我主持的，赢了送泡菜，输了罚吃1根生豆角，脆着呢。哥，明天游客可能比今天还多。停车场、厕所、采摘区都够用，库存连夜补了。我妈又腌了一批泡菜。哥，你看这个，阿康发的探店视频上热门了，同城榜第4，评论都说过完假期就来。我这根绝对冠军，刚才那根才20厘米，我这至少25。你睁眼看看，我这根30厘米，我摘的时候藤都扯断了1节。你们别比了，那边称重的大姐说，豆角不是越长越好，嫩才是关键。你管我，长就是正义。采摘区豆角存量还有多少？称重员回我。2号地快见底了，3号地还剩3成，按这速度下午就能摘光。停车场满了，我让村民开放自家院组临时停车，游客秩序很好，没有投诉。许阳，你们前期规划做得到位。许阳，泡菜摊全卖空了，连样品都被买走了，补货，赶紧补货！仓库就剩最后10箱，我让人搬过来。下午活动抽奖用的礼品泡菜留出来了，那个不能动。哥，你看那个，就是这儿那个豆角支配日，网上特别火的那个。咱村上电视台了。你好，请问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我们是电台的，想采访一下豆角支配日的活动和背后的故事。是我，请问。各位观众，这里被豆角支配假期的源头金山村，曾经豆角滞销，现在成了网红打卡地。这位是策划人许阳，小许，名牌大学毕业，怎么想到回村卖豆角？在城里被上司穿了小鞋，灰溜溜回来的。一进村，满眼都是卖不掉的豆角，我妈顿顿给我做，吃的我做梦都在摘豆角。我就想，既然豆角是我的噩梦，能不能把噩梦变成商机？这个说法有意思。阿姨，别拍我，别拍我！听说您的祖传泡菜现在全网都在求链接，您当初支持儿子做这个吗？他支持啥？当初许阳一提泡菜，他让人家连续吃1个月豆角。你个大嘴，啥话都往外说。一开始怕他失败，怕人笑话，现在你看，这辈子没想过咱家泡菜能卖到全国。那您现在支持了吗？不支持能站这儿吗？这小子比我强。哥，3天的活动全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咱是不是该算算账了？我这心里跟猫抓似的，到底赚了多少？今天晚上统一核算。走，去大院，全村一起算。翠花婶，摊位流水，鲜豆角1200，泡菜850，土汁鸡340，合计2390。2000多，我赶半年级也挣不了这些啊！我呢？我的多少？大嘴叔，摊位流水1860，线上福袋分成2500。2500，我种了30年豆角，最好的1年才卖了6000，这一季就抵我半年。妈，您的泡菜线上加线面，刨去成本，净入12000。12000，我这辈子手里没拿过这么多钱。
你爹走那年，家里最苦的时候，我兜里就剩80块。妈，往后会更多。我光土鸡蛋就卖了600多，以前赶紧卖鸡蛋，一上午卖不出去20个。我宣布，许阳是咱金山村的头号大功臣。谁要是再说大学生回村卖豆角没出息，我王大嘴第一个不答应。你之前不就是你说的吗？我那是为了考验他，没有我的鞭策，他能成吗？说婶儿，这次是赶上了小长假的流量，但假期过完了，热度会降，咱不能光靠一锤子买卖。洋洋，你接着说。明天咱们开个会，商量商量后面的路。叔婶儿，3天的账昨晚算完了，数字很好看，收入都翻了倍，豆角全清空了，泡菜打出了名头。但我今天不是来报喜的，小长假过了，下批游客不可能这么集中，靠一季豆角和短期网红热度撑不了1年。许阳说的对，我昨晚想了半宿，今年豆角是卖完了，明年呢？总不能年年指望上热搜。那咱接着搞采摘，每个月都搞。我摊位上的泡菜刚卖出口碑，泡菜可以常年做，豆角1年2季，腌成泡菜保质期长，不怕淡季。后台数据看，复购率最高的是泡菜，豆角是引流，泡菜才是核心。2条腿走路，周末和节假日开放采摘体验，平时主攻泡菜线上销售，线上线下一起做，不分淡旺季。这个思路对头。村里可以协调长期用地，采摘区保留，泡菜分账点固定下来，路子和资源都有，只差一个长期规划。我听懂了，就是别等着游客来，咱主动把泡菜往外卖。许阳，你安排吧。不急，我还有第2个想法，采摘体验得升级。采摘不是光摘豆角，得设置任务，比如3分钟内找到最长的一根豆角，完成了给一个福袋币，攒够3个币，免费抽1次大奖。文案我想好了，天天有惊喜，豆角泡菜管够。延续之前的玩梗风格，但突出常态化，不绑假期，随时来随时玩。你俩尝尝我调整了配方，盐度降了一点，脆度更好。以后长期卖的话，口味得稳定。妈，您这个手艺以后就是咱们部核心的。对了，我分了2个区域，采摘区收拾好了，新的打卡牌也插上了。听好了，第1个任务闭眼摸豆角，猜对嫩老程度就奖1个币，攒够3个币换1次抽奖。这个肯定是嫩的。许阳，刚有个游客问，福袋大奖能不能再大点？他说奖太小没动力。加大奖，咱这次玩个大的。全年泡菜那得多少罐啊？万一抽中的人天天来领，这才几个人抽中？你没看网上搞活动的，奖品越大越吸引人。翠花的担心不是没道理，咱小本生意经不起折腾。头奖1个月才出1个，但宣传出去吸引力完全不一样。奖品的钱咱各家分摊，赚的钱大家一起分，风险和收益共担。我算过了，摊到每家头上没多少，关键是能把人吸引来。我同意，奖品我来管，开奖我来登记，少1罐泡菜拿我10份。请问哪位是许阳？我就是，您是余庄的周叔吧？刘书记跟我说了，可找着你了。在网上看你们搞那个惊喜福袋，一晚上卖了好几百单，我们全村人都睡不着觉了。当初许阳搞直播，我蹲村口笑话了他3天，现在我是他头号粉丝。采摘区按成熟度分了3块，游客来了不会把嫩的老的混一起采，品控从地里就开始做，老了虫咬的歪歪扭扭的，一根不能进包裹。品控从地里开始，那直播呢？我们村没人会弄那个。不用怕。一开始许阳直播，在线3个人，2个是他亲戚，1个是我。重点是内容。你们村豆角有啥特别的？我们村的豆角特别长，那就拍全网最长豆角挑战。特色就是内容，内容就是流量。你们这位当初咋说的？能卖1单我倒立吃豆角，结果呢，第1天爆单，他比谁跑的都快。我那是战略性嘲讽，激发许阳的斗志。你们也可以找个嘴碎的在村里制造点压力。那我们回去也找个王大嘴。许阳，你这套东西我们回去就试，等我们卖出去，请你来余庄吃豆角。别，豆角就免了，泡菜可以来2罐。哥，我在想，游客来了说咱村除了摘豆角没别的地方可逛。你说的对，该收拾收拾咱村了。老六，布道砖从村口往豆角地儿铺，别铺歪了。刷墙我干过，刷栅栏还是头一回。这游客来了，看见白栅栏绿豆角，拍照肯定好看。铺道从村口铺到采摘园，中间拐到农家院聚集区，休闲凉亭建在豆角地边上，游客摘累了有地方坐。打卡牌我都让小小重新设计了，结合豆角热梗，除了之前的摘不根本摘不完，今日豆角摄入量已超标。
年轻人就吃这一套。玩着玩着，我煮。谁渴了自个儿倒。别说城里人了，我自己都想在这坐一下午。基础设施差不多了，下一步搞泡菜。豆角地再好，那也是季节性的。你妈那泡菜，吃过的人没有不买的。大嘴哥这回说对了，我摊位上的泡菜罐回头客比豆角多。那咱就把泡菜做成主角。锅您就正常做，我拍全程，扛白后期再配。核心是百年家传手艺，一江老汤传了3代人。这镜头对着我，我手都不知道往哪放。妈，您就当我不存在，跟平时一样。这泡菜关键是老汤，我娘传给我，我又养了30年。豆角嫩的脆，老的酸，腌的火候不一样。微酸的腌7天，酸爽的腌15天。小罐装试水，大罐装送礼，2种口味分开卖。泡菜不跟惊喜福袋捆绑，单独上链接当核心产品推。这块腌度差一点，不能发。你姥姥的配方，咸淡得正好，脆度不能丢。嫂子你放心，咱这质量回头客一堆一堆的。泡菜单品上线第1天100多单，评论区全是终于能单买泡菜了。我就说泡菜是主角。许阳，网上卖的好，我们高兴，但咱感激这些年攒下的老主顾，镇上饭店的、附近村的老太太，他们不上网。咱不能光顾线上，把老客丢了吧？我那个订了3年泡菜的老主顾，昨天打电话问我，说你们是不是以后只做网上生意了？我说不上来，心里不得劲儿。叔，您说的对，线上的顾客要，线下的老客也不能丢，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，线上店铺照样开，直播照样搞，接全国订单。线下在村口开一家农家特产小店，卖鲜豆角、罐装泡菜、土鸡蛋、干货。老主顾来了还是老样子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我跟你们一个年纪，一开始也怕网上卖东西不靠谱，但你们看，线上接的也是真人，也是回头客。我家洋洋说了，现店开着，老转户来了，我亲自招呼，两边不耽误。嫂子说的对，咱村那些赶集的老太太来店里买，比去镇上还近。再说多一条路，多一份收入，谁跟钱过不去？我以前也觉得许阳瞎折腾，结果呢，从卖3斤到卖光全村的豆角，他说的我信。店开在村口，村口，那我以后赶集不用跑那么远了，老主顾也能保住。行，我赞成。那就干。村口那间空置的集体房批给你们了，租金头1年免了，好好干。小许他妈，这泡菜还是那个味儿吧？我在网上看你们搞什么直播，怕口味变了没敢买。您放心，配方没变，还是老法子腌的。网上卖的和店里卖的是一个缸里出来的。您尝尝这个新出的微酸款，这个好。让一让，给我拿2罐。这批是酸爽口味，标签是蓝的，别跟微酸的弄混了。哥，后台数据出来了，线上店铺月销稳定，线下门店日均流水也不错，周末采摘预约排到下个月，3条线都稳了。稳了。3个月前，我拖着行李箱灰溜溜回村，觉得辈子最倒霉的事就是回来面对满村的豆角。现在豆角清空了，泡菜做成了产业，我妈比我还忙，村里人没人再问我什么时候回城里上班了。哥，你在想什么？哥，怎么了？盯着手机看了半天了。前同事问我回不回去。许阳，你妈找你呢，说晚上包豆角饺子，不是，这次是白菜馅的，专门给你换的口味儿。哎呦，许嫂子终于放过豆角了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妈，真不是豆角的。你都念到3个月了，我在做豆角子，你不得离家出走？妈，我想跟您说件事儿。城里那边有人问我回不回去上班，我想了想，不回去了，留在村里跟您一起做泡菜。真不走了？真不走了，这儿有地，有手艺，有满村帮咱的人，比上班踏实。不走就好，妈不怕你折腾，就怕你走。你爹走了，你要是再走了，吃饺子就泡菜，别光吃饺子。各位叔婶儿，我不回城里了，就在金山村的长干。好，咱村捡到个大能人，我当初就说许阳是干大事的料。你当初说的是能卖一单倒立吃豆角。许阳，村里全力支持你，你留宿下来是给咱村年轻人趟了条路。喂，是许阳哥吗？我是咱村在外面打工的小陈，听说你在村里做起来了，我想回来，家里老人说你在招人。许阳哥，
我在网上刷到咱村视频，底下评论好几千条，我坐不住了，在城里工厂1个月挣4000，不如回来跟你干。我在城里做客服，天天接投诉电话，看逍遥姐直播卖泡菜，觉得比接电话有意思多了。徐阳哥，我学平面设计的，咱泡菜礼盒可以做成国潮风，把豆角4节4字设计成书法体，年轻人爱这个。我带了个新玩法，直播开隐藏款福袋，有人开到特大号泡菜罐，弹幕肯定炸。啥叫隐藏款？就是把我藏起来不给钱？大嘴说，就是普通福袋里藏几个大奖，开到的人特别有面子。那行，把我照片印罐子上，抽中的送1箱泡菜。大嘴说，你看，点这个减同款，把你摘豆角的视频套进去。我这个脸咋变长了？不行不行，删了出来。洋洋，这几个年轻人嘴皮子比笑笑还利索，以后直播我可不上了，让他们折腾去。姑，弹幕有人在问许妈妈什么时候再出镜？上次您试吃泡菜的视频，评论区都在说想看许妈妈直播做泡菜。我直播，我不会说那些话。妈，这个是开始直播的按钮，您点一下就行，对着镜头说话，像平时跟翠花婶唠嗑一样。跟翠花唠嗑，我张嘴就来。这个玻璃片后面是多少人？你上回说2000多人看我切泡菜。姑，您就当镜头是我跟我哥，别想人数。话术就背3句，欢迎大家来直播间，这是咱家祖传泡菜，喜欢就下单支持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咱家直播间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谁来着？妈就说泡菜，泡菜您最熟。这个泡菜是我娘传给我，我又养了30年的老汤腌的，脆酸下饭。不行，我记不住词儿，这比赶集卖菜难多了。咋了这是？徐嫂子，你脸咋这么红？大嘴，你来了正好，你给大家说说我这泡菜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我吃了3个月，从骂豆角到夸豆角，全靠这泡菜救的命。原来跟平时唠嗑一个样就行。家人们好，我是许阳他妈，就是那个做了30年泡菜的许大嫂。今天不卖东西，就跟大伙儿唠唠咱家这泡菜咋做的。豆角得挑嫩的，老的腌出来不脆。这老汤是我娘传给我的，30年了，每年往里添新料，从没断过。有人说城里超市的泡菜味道标准，我就想问，你妈给你腌的菜跟流水线做出来的能一样吗？家人们要是想尝尝，小黄车里有链接，不爱吃也别勉强，就当来看看我这老太太。姑，在线人数破5000了。5000，那得再多腌2缸。别拽我，我就想看看徐嫂子咋把5000人聊哭的。家人们看这罐泡菜的色泽，泡菜单品月销过万，采摘预约排到下个月，线上店铺复购率超过了预期。哥，你当初说把豆角噩梦变成生意，现在不只是生意，全村人都学会了。3个月前我蹲在集上卖了3个小时，只卖了3斤，现在。娘，你妈说今晚吃饺子韭菜馅的，再配上咱新出的泡菜礼盒。3个月前，咱村的豆角堆成山，收购价压到3毛了。现在豆角卖到全国，游客来了一波又一波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人说起。只是想帮我妈把豆角卖掉，没想到卖着卖着把自己也卖回来了。小时候暑假最怕看见豆角，长大了最怕回村，怕被人说大学生没出息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不是豆角的问题，是我们有没有把脚下的东西当。我妈守了30年的泡菜手艺，全国人都在吃，谢谢妈。愿意让我动我的泡菜，所以金山村的泡菜是所有山东孩子被豆角支配的童年，也是所有人回得去的家乡。我跟你说，当初这大学生回村卖豆角，我蹲村口笑了3天，结果呢，他第1场直播卖了不到3斤。大嘴哥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那句倒立吃豆角还没兑现呢。今年的豆角又长起来了，比去年还多。不怕，越多越好。被豆角改写的日子刚开始，豆角还是那个豆角，噩梦还是那个噩梦，只是换了个活法。